我知道了。你没有其他话要说了吗？没有，圣痕计划的未来对你有害无益，趁早离开吧。那么，你呢？离开本征世界吧，那样，你还有自己的未来。无论如何，谢谢你告诉我这一切。我不理解。梅博士说，你是一个孤独的男孩，但在我看来，比起我，你离人类这一定义反而更加遥远。对于我，接受一种定论并不困难。既然在梅看来，未来的律者将有能力背负人类的未来，那么我也愿意尽己所能，为他们留出远超半天的时间。但你所做的一切，也只是隔岸观火，在一个熟悉却又陌生的世界，与难以企及的存在进行漫长而绝望的抗争。那实在太过残忍，不应该由一批年轻人承担。你是指他们，还是指我们？不过，最为残忍的事，并非是已然发生的那些，而是即将到来的一切吧。别误会，我不是故意缄口不言。只是我更希望他能够自己意识到这一点，就像刚才那样。对于人类而言，这当然不可或缺，但它同样是你假手于我的那个计划此刻最需要的东西。虽然我们并没有十足的证据，但即使这个计划彻底完成空间的编纂，你也无法一劳永逸吧？哦，本征世界的我，这是由他的命运而产生的一种猜测。以中焉之检的本质来看，他绝不会主动选中某个人成为所谓的中焉之律者。过去的人们正是为了避免律者的诞生方式太过随机，才会在新时代设计出名为崩坏意志的存在。如今，崩坏意志已经消散，而你从茧中获取中焉之力的方法，也近似于窃取。所以，圣痕计划这一伟业，
很可能永远也无法真正成功。能够以自身意志，凭借自身条件驾驭中焉之力的你，必须永远将其背负，才能使它不致失败。本应如此。是啊，我明白。于你而言，那就是唯一正确的做法。你是否也只求一死呢？又或者说，虽然你没有这样的意愿，但就像曾经的那个我一样，于你此刻所面对的世界而言，死亡才是唯一的仁慈。你口中的那个他，终究为人类的未来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但我还没有。那么，看来我们没有来错，凯文。现在，我将羽兔这一名字交还于世界蛇，并且愿意承担杀死你的责任。你认为自己能够做到？我当然不能，我所说的也只是承担责任。但你拥有的那份力量，它等同于你所经受的绝望。有人正在尝试将我杀死，虽然希望渺茫，但一直坚持下去的话，或许也有可能做到。到了那时，我就不过是在倾尽全力后仍然被击败了而已。我希望你能怀抱上这样的心情，并且因此而变得好受一些。那是多此一举。当然，你没有说错。比起消灭崩坏，我所做的只是将它关入牢笼，但我会将这一实现与星球的寿命同化。即便你要在这个对你来说已经空无一物的世界上永远孤身一人地活下去吗？甚至由于中焉的全能，你根本不可能像过去那位战友一样重新寻获活着的意义。我们别无他法。至于你所说的意义，我也并不需要。是啊，即使没有那种东西，你不也已经走到了今天吗？那么，我们离开吧，17号。现在，是啊，虽然我也觉得难以置信，但事情就是发展成了现在这样。你和我，虽然暂时还不是人类，却反倒拥有了属于人类的自由，可以依从自己的意愿而生，可以依从自己的意愿而死。反抗自己的命运，这原本就是人类的特权，而他却成为了知晓命运，却依然选择投身其中的存在。好了，不用试着去为它搜寻一个定义了。如果一定要为这种存在加上某种称呼，我想，也就只有英雄这一个词吧。我还不曾拥有挑战这种存在的资格啊。
17号。你至少应该为他流一滴眼泪，这是我作为他朋友的愤怒。杜阳，看来您还不知道啊。也对，您不可能在乎这种小事。灰蛇已经将我逐出世界蛇了。你无需介意，在完成了这一切之后，世界蛇自然也会失去意义。我明白，只是当反叛就发生在你眼前的时候，我也不能拖大到认为自己能一声不吭就离开。是我自己的选择。我准备去新亚特拉陪着孩子们，直到他们可以返回地球。虽然已经不再是同僚了，但因为和孩子们有关，雨兔也还是帮助我抵达了月球上空。原来如此，你所相信的事物已经和过去截然不同了。尽管去两头下注吧，你知道我不会阻止这种事。可是尊主，如果我的确发自内心相信过什么，也就不会落到今天的地步了。不如说，我是为了给孩子们做一个表率吧。鸟是因为自己想要飞，所以才会飞。这是他们为自身开创的命运。至少，他们应该看到这样教导自己的人，也在做类似的事。但你知道这并非真相。的确，鸟会飞并没有别的原因，仅仅是因为它们生来如此。但我们应该留给后代的，不应该是赤裸裸的真相，而是负责解释这些真相的梦想，对吧？哪怕一切都是虚构，这虚构也一样拥有自己的力量。我也希望如此。那时我是这样对你说的吧？是。你可以带他们去任何地方，不会再有任何人阻止你这样做。但，杜亚，我们提到过的两种可能，他们都还未知终局。
这是……杜雅，我们谈论飞翔时，很容易忘记一件事：伊卡洛斯也曾高高飞上天际。那时，他只要伸出手，就能触碰到太阳。